仁政爱民，民贵君轻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这些词听起来都非常美好。它们象征着统治者对天下苍生的道德责任，也像是对统治者的一种理想约束。但是，这种看起来崇高的语言背后，隐藏的却是一种极不对称的社会关系。一边是统治者可以直接插手被支配者个体的生活、财富、人生甚至生死，并且很少受到清楚规则的限制；另外一边是被支配者个体只承担对统治者高度的服从义务，却没有与之对应的权利。这种关系看起来非常的不公平，但在中国的统治结构里，这种不公平不会直接赤裸裸地摆在人们面前，而是被包进了一套关于仁政、恩典与感恩的道德语言里。这套语言像是一层皮肤覆盖在中国的皇权统治结构之上，它让高度不对称的支配关系看起来像是责任、爱民、体恤和恩德。所以这期视频要做两件事：先看这套道德语言曾经承担过什么样的功能，再看它是如何稳固支配者的统治，同时让被支配者的权利始终难以稳定下来。首先要说明的是，这套道德语言并不是纯粹的骗局。在早期的中国社会，规则系统不发达，治理能力有限，社会关系高度人格化的条件下，仁政和感恩确实有它的功能。因为对于统治者来说，如果只靠强制和暴力维持统治，那么不只是成本很高，也很容易激发冲突。而爱民体恤可以把原本冷冰冰的统治关系包装成某种家长式的责任。而对于被支配者来说，在一个规则不清、资源有限的社会里，他很可能真的期待某个好人的出面。明君、清官、大老爷这些形象不只是幻觉，在当时，一个具体的人出面解决问题，会比一套复杂的程序更快。所以，像是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特事特办这种说法，确实在当时有现实的吸引力。因为在早期的社会，这套道德化的人格裁量的确能够帮助社会运行。但问题也正在这里，道德标准始终是依附在人格身上的。被支配者当然可以期待统治者仁慈，但却很难理直气壮地要求统治者必须仁慈，因为道德标准不是一套可以计算、可以固定、可以复合的权利义务关系。因此，对于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，统治者可以根据他自己的个人意志来弹性处理，这说明主导权仍然在统治者手里。统治者愿意体恤，那是仁慈；统治者愿意开恩，那是恩典。统治者做了本来应该做的事，被支配者也必须要感恩。更关键的是，如果统治者不体恤、不开恩，甚至没有做本来应该做的事，被支配者也很难把它理解成一种可以被追责的失职，它更容易被理解成期待落空，或者是自己没有遇到好皇帝、好官、好东家。甚至即便如此，被支配者也往往必须继续维持一个感恩的姿态，因为保持恭顺，诉求不一定被满足，但是不服从一定会被惩罚。这就引出了这套道德化支配关系最危险的地方，它会让被支配者陷入一种残酷的服从竞争。在规则关系里，义务和权利至少在形式上是有明确的结算点的。也就是说，我完成了规则规定的义务，就可以主张对应的权利；你没有履行规则规定的责任，我就可以要求追责。因为规则不仅约束被支配者，也同样约束支配者。因此，如果一群人都完成了规定义务，但是都没有获得对应权利时，他们就能形成同一种判断，也就是对我的承诺没有兑现，我可以要求追责。而基于这种相同的判断，被支配者之间因此就有了连接成一个整体的基础。这个时候，我就会变成我们，他们不是各自去讨好某个支配者，而是可以围绕同一条规则、同一个权利、同一种失职形成共同主张。这就是规则关系的政治后果，它使被支配者的不满可以被组织起来。但仁政、恩典、感恩这套语言却正好相反，因为它依靠的是人格裁量，而不是一套被双方共同承认的规则，所以它是没有清楚的结算点的。被支配者到底要多恭顺、多服从，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尽到了义务，没有清楚的标准。统治者到底什么时候必须体恤、必须开恩、必须回应诉求，也没有清楚的标准。因此，被支配者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诉求没有得到回应，到底是统治者不愿意开恩，还是因为自己的服从义务还没有完成。被支配者会不断的自我检讨，是不是我的姿态还不够低，是不是别人比我
更懂事？是不是我还不值得被开恩？而被支配者又无法要求统治者必须仁慈，于是他只能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恭顺、更听话、更知道感恩。在这种条件下，如果一群被支配者的诉求都没有获得回应，他们自然很难连接起来。相反，他们还会彼此竞争，谁更值得被恩典。他们不是一起去要求统治者兑现权利，而是彼此竞争，谁更顺从，谁更好控制，谁更值得统治者的体恤。在这种竞争里，一个被支配者不但需要不断观察支配者的眼色，还要根据周边其他被支配者的姿态去调整自己的态度，压低自己的要求。他要把自己的合理诉求说成是请求，把本来可以主张的东西说成希望被开恩。久而久之，被支配者就会长期处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里。他担心的不只是诉求能不能被满足，更是自己会不会因为不够恭顺、不够感恩、不识抬举而被设置障碍、被找麻烦、被排除在恩典之外。这就是恩典结构巧妙的地方，它通过制造被支配者之间的服从竞争，筛选掉那些不够恭顺、不够听话、不够感恩的人。因为在这种结构里，不够恭顺的人很容易被排除在恩典、保护、机会和资源之外，于是留下来的人更倾向于继续压低自己，表现得更加服从。这样一来，统治者的人格裁量空间就会不断扩大，因为被支配者变得越来越顺从。此外，被支配者之间可能形成的连接也会被切断，原本可以围绕共同权力组织起来的人，最后却变成了彼此的竞争者。更直白地说，原来可能成为一个阵营当中的同伴，现在只能各自为战，甚至成为对手。这就让支配者的统治变得更加的理所当然，因为当被支配者无法形成共同主张，只能各自向上等待恩典时，统治者的位置就会更加稳定。而最荒诞的地方在于，他还要求被支配者在承担高度服从义务的同时，还要反过来对支配者表示感恩。